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刘说说。美国总统拜登上任的第一天就连续签署了17项行政令，大多数是针对特朗普的政策进行了全盘否定。其中有一项呢是再次否决了加拿大通往美国的石油管道的建设。这条管线的名字叫做 Keystone， 中文翻译成拱心石。Keystone 呢一共是4条线路，这一次否决的就是它的延长线，也称为 Keystone XL。这条线呢可谓是命运多舛，2014年开始建设，到了奥巴马政府2015年的时候就被否决了，不让建了。然后特朗普上台的第一天就否决了奥巴马的决策 ，Keystone 第4期可以继续建。但是等拜登上台，风水轮流转了，加拿大的这一条石油管线等于在美国的2党手中不停的翻烧饼。此举呢对加拿大出口石油肯定是一个不利的消息啊！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也说了，感到非常的失望。有朋友可能就觉得加拿大是美国的小弟啊，叫干什么干什么，非常的听话。为什么美国要捏着加拿大的石油大做文章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事情啊，背后很有意思。加拿大呢是这个世界上石油储量排名前3的国家，可能很多人不了解啊。石油储量排名第1的是委内瑞拉，第2就是沙特阿拉伯，第3就是加拿大。加拿大的石油产量高达世界第5。这么大的一个石油出口国，主要的出口市场是针对美国的，基本上98%以上的原油都要出口到美国。为什么呢？第一，美国人需要。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原油已经自给自足了，而且还能向外出口。其实呢它是包含着加拿大的原油产量的，如果去掉加拿大，美国暂时还做不到自给自足。第二呢，就是加拿大的原油成本啊，加拿大的原油其实是以油砂的形式存在的。我放一张图，这种沙子里面含油量很高，2吨油砂就可以出1吨原油。冶炼的时候肯定成本比较高，而且也有污染啊，它比不了中东那些自喷井的轻质原油。但是成本相对于美国的页岩油也没有高到哪里去，美国可以接受国内的页岩油，自然也就可以接受加拿大的油砂原油。第三呢，就是加拿大自己也要使用成品油，但是国内石油冶炼工业很一般，基本上是没有。加拿大自己需要的汽油、柴油等成品油啊，还需要从美国进口。可能有朋友觉得奇怪啊，自己国家有原油，稍微一提炼就可以了，干嘛还需要从美国进口？我在这里贴一张地图出来啊，大家可以看，加拿大的原油产地基本上都在艾伯特省，在加拿大的西部，但是加拿大的人口呢，主要集中在东部的安大略和魁北克，这中间有4-5千公里的。不管是运输原油还是成品油，加拿大国内地广人稀，运输起来不方便。于是呢，就直接从阿伯特省向南把原油出口到美国。美国国内管网冶炼都是比较发达的，加拿大想用成品油的话，就直接就近从美国进口就行了。就是这样，加拿大的石油产业基本上100%的依赖美国。那加拿大的原油输往美国最便利的肯定是管道嘛，除了管道还有铁路。加拿大在2010年就开始进行了 Keystone 的管道建设，现在已经前3段都已经建成了。我在这里放一张图，大家看，除了绿色的那一道，其他颜色的管线都已经建成了。绿色的那一道呢，就是备受争议的 Keystone XL 拱心石的延长线。这条线呢，大家可以看是直接从加拿大画了一条直线到了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州。按理说距离又短，输油量又大，应该是一个好事情。为什么3番5次的引起争议呢？这是因为，首先，这条新的管线通过了一段美国原住民的保留地，就是印第安人的居住地，印第安人不同意。另外呢，美国国内的环保组织也不同意。你要说环保的事情吧，加拿大的油砂冶炼出原油确实存在污染，但是污染都留在加拿大了。美国国内的环保在主张什么呢？如果这条石油管线建成，那美国国内的油就更多了，大家烧油就更方便了。烧石油不环保，我们需要采用清洁能源，这是美国环保主义者的主张。而民主党政府呢是比较注重环保的，于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2015年就签署法案，否决了 Keystone XL 这条输油管线的建设。但是到了特朗普政府，我们知道特朗普不注重环保，巴黎协议说退就退了。特朗普注重的是什么呢？美国国内的就业机会。开通这条石油管道
能够有助于美国的就业。而且特朗普还说了，在美国境内的管道建设必须采用美国的原材料。就业人数有多少呢？说法不一，大概就是2到4万个就业机会。但是现在到了拜登政府，风水轮流转了，于是又被否定了。这就是 Keystone XL 这条石油管线命运多舛的经历。但是我们要光说这段经历没有什么意思啊。加拿大是美国的小弟，美国两党为什么要把加拿大的石油产业玩弄于股掌之中呢？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，找有意思的地方。这条石油管线再次被搁置，那么加拿大想要向美国加大石油的输出量，那就只有采用铁路运输了。铁路运输呢，成本比较高，加拿大方面肯定要吐出一部分的利润出来，铁路上就挣钱了。那么铁路的背后站的是谁呢？巴菲特，就是我们熟知的股神巴菲特。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公司基本上控制着加拿大输往美国的铁路运输线。巴菲特呢，他的政治倾向是倾向于民主党的。每一次美国的不管是大选还是中期选举，巴菲特都要向民主党捐款。我们知道捐款它不是玩情怀的，这个世界上哪有无缘无故的爱呀？捐款是要回报的。所以说民主党否决 Keystone 管道的建设，直接受益者就是巴菲特。有意思吧？关于美国这个政商勾结啊，在上一讲旋转门里边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就不再赘述了。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事情，如果说 Keystone XL 这一条石油管线被搁置了，那么加拿大的石油产量明显是过剩的。有些朋友就说了，为什么非要出口给美国呢？出口给别的国家不行吗？其实加拿大也是这么想的。我们看地图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加拿大的石油出产大省阿尔伯特离西海岸并不远，中间隔了一个不列颠哥伦比亚省，我们简称它是 BC 省。如果说修一条管道过去，到达 BC 省的省会温哥华，直接就可以装船卖到东亚。东亚地区缺油缺的心慌慌啊！加拿大这点出口的原油，光中国一家就能把它吃下来。你说这个办法为什么不采用呢？虽然埃尔伯特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中间隔着落基山脉，施工有点难度，但是能比得过中国的南水北调吗？你费点劲把管道修通，红利可以吃好几十年的，本来不是个什么事，但是加拿大就办不成。为什么呢？美国不愿意。原因很简单，现在加拿大的石油出口只有美国这么一个卖家，美国想怎么样怎么样。等到加拿大的石油出口多元化了，那么美国的控制力明显会降低。于是呢，美国就忽悠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，你们可不要去修这条管道啊。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也比较听话，本来对加拿大的中央政府就貌合神离的。你想啊，一个在西海岸，渥太华离 BC 省4-5千公里呢。BC 省就说了，你从我这修管道，第一对环境不好，第二呢，我也得分一杯羹，你得把利润分给我一半。埃尔伯特省一听，我满共才挣几个钱呢，分给你一半，我干什么去？所以说呢，始终谈不拢，这一点就很有意思。美国把 BC 省忽悠瘸了，目的是为了加拿大的原油没有别的买家，好控制加拿大。但是自己在进口加拿大的原油方面呢，又连续的否决 Keystone 延长线的建设，让澳大利亚的石油工业啊必须得吐点血回补美国的一些资本。从这里边都可以看得出来啊，加拿大呢现在已经成为风箱里边的老鼠了。自身并没有什么错，对待美国呢也是真心真意的好，但是美国的两党斗争啊，还有美国国内一些资本的需要，才管不了加拿大那么多呢。虽说翻来覆去都是打着环保的旗号，但是其实跟环保没有什么关系啊。加拿大呢就像风箱里的老鼠，两头受气，成为了美国资本还有美国民主党、共和党党争的牺牲品。